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《人间草木》。在汪曾祺的文字里，有一座开满了花的院子，有四季的风吹过的声音，有童年的记忆，也有人间的温度。他用最朴素的语言写下了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，那些草木，那些果蔬，那些平凡的日子，在他笔下都变得温柔而动人。在《人间草木》的许多版本中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这就是汪曾祺，一个用一生的时间在注视着花草，在倾听着人间的写作者。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座花园，那可能是祖父母家的后院，可能是老屋旁的空地，也可能只是记忆深处的一片绿色。而汪曾祺的童年就藏在那座花园里。他说，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，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。那是一座什么样的花园呢？其实也并不大，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花木，有一座土山，山上只有一棵龙爪槐，这棵槐树就是他童年最好的朋友。他会爬到树上，半躺在横枝上，带着一块酱牛肉，带着一本书，就这样度过一个下午。云从树叶间过去，壁虎在葡萄架上爬，风吹过的时候，树叶会沙沙作响，远处有鸟叫，近处有虫鸣。一个孩子就这样安静地待在树上，看着这个世界。花园里还有什么呢？有秋海棠。他的母亲去世后，住过的小屋外面有个秋叶形的花坛，里面开着一丛秋海棠，没有人照料它，它就自开自落。汪曾祺说，他记住这丛秋海棠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去世2-3年了，他并没有什么感伤的情绪，只是看见这丛秋海棠，就会想起母亲曾经住在那里。这就是汪曾祺式的温柔。他不写悲伤，不写痛苦，只是淡淡地说，我看见这些花，就会想起一些事情。花园里当然少不了草，他会躺在草地上，用手指绕住草根，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，听那些顽强的根一处一处断掉。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见，而他嘴里总是含着一根草，草根的甜味和他似有若无的水红色，是一种自然的巧合。有时候他的头动一动，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，他就静静地注视着，看他努力地想要站起来。等他快要成功的时候，他又把头枕上去，嘴里叫一声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孩子。他不忙着去做什么大事儿，只是和草玩，和树玩，和花玩。在那个慢悠悠的时光里，一个下午可以很长很长。他追过天牛，追过蟋蟀，养过蝉。他会用马齿苋的绊子套住哑巴蝉的眼睛，然后看着它笔直地往上飞。他会看土蜂钻进泥洞，然后用树枝把洞口塞住，看它从别处重新开洞出来。童年就是这样，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去观察那些微小的生命，有无限的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。春天来的时候，葡萄出窖了。汪曾祺在张家口的农科所劳动过，他写过一篇葡萄月令，从1月写到12月，把葡萄1年的生长都写得清清楚楚。2月里刮春风，雪化了，土地是黑的，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、碧绿。葡萄出窖，白在土里趴了1冬的老藤扛起来，放在松松的湿土上，不大一会儿，小叶就变了颜色，绿了。3月，葡萄上架；4月，
浇水。葡萄磕起水来是惊人的，它真是在喝，从根一直吸到梢，简直是小孩子嘬奶似的，拼命往上嘬。5月，葡萄开花了。有人说葡萄不开花，那是不对的。葡萄花很小，颜色淡黄微绿，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。而且它开花期很短，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。到了8月，葡萄着色，这是果农的语言，他们就叫着色。下过大雨，你来看看葡萄园吧，那叫好看。白的像白玛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紫的像紫水晶，黑的像黑玉，一串一串，饱满、瓷棒、挺阔、璀璨琳琅。可是你得快来，明天就看不到了，要喷波尔多叶了。这就是汪曾祺，他不只是写葡萄好看，他还写葡萄园里的劳动，写那些细微的过程。他让你看见美好的事物背后都有人的辛劳。春天还有豌豆，小时候豌豆是可以炒着吃的，加一点咸菜尤其好。稍老一点就剥去内皮炒豆瓣，有时候在炒红苋菜的时候加几个绿蚕豆瓣，颜色鲜明也能提味。还有蚕豆，汪曾祺说北京人是不大懂吃新鲜蚕豆的，他想念的是江南的青蚕豆。那一年他到昆明，正好是青蚕豆的季节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点了炒豌豆米，炒青蚕豆。作家们下注后都说，汪老真会点菜。一个人对食物的记忆，其实就是对故乡的记忆。夏天来了，汪曾祺说，夏天的早晨真舒服，空气很凉爽，草上还挂着露水。写大字一张，读古文一篇。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夏天开什么花呢？栀子花。栀子花粗粗大大，色白，近地处微绿，极香，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。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。栀子花因为太香，又开得粗粗大大的，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汪曾祺就替栀子花说话，他说，栀子花说，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？你看，这就是汪曾祺的可爱，他不写那些高雅的花，偏要写栀子花这种泼辣的美。他觉得美就应该是痛痛快快的，不需要遮遮掩掩。夏天还有槐花，昆明的时候，玉渊潭的洋槐花盛开，像下了一场大雪，白得耀眼。放风的人来了，在槐树林里支起了风箱。那是一对夫妻，男的是北方人，女的是四川人。他们在新繁认识，女的觉得北方的大米好吃，就跟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女的看中了他脾气好，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，也喜欢放风的生活，东南西北到处跑。四川女孩子做事洒脱，想咋个就咋个。养蜂人的老婆对她很好，她对她也很体贴。她回过一次娘家，带了2000块钱，买了好些礼物，风风光光的回了一趟新繁。汪曾祺看着他们，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他想的是，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。蜜蜂忙着采蜜，进进出出，飞满一天。玉渊潭的槐花落了，他们就要走了。他们跟着花走，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。秋天到了，秋葵开花了。秋葵叶似犄角，花淡黄色，淡若无质。花瓣内侧近地处有弹色晕斑，花心浅白，柱头深紫。古人诗说秋葵似女道士，汪曾祺觉得很像。秋葵不是名花，然而风致楚楚。还有凤仙花，凤仙花有单瓣、
复瓣，复瓣的像小牡丹，只是看不见花蕊。凤仙花可以染指甲，捣烂了少加点矾，用花叶包在指尖，过一夜，指甲就成了浅浅的红颜色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栗子下来了。王曾祺小时候家里没有炒栗子，只是放在火里烤。冬天生一个铜火盆，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，一会儿砰的一声，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，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，连连吹气时冷，剥壳入口，香甜无比，是雪天的乐事。北京的糖炒栗子过去讲究要良香的，良香栗子比较小，壳薄，炒熟后个个裂开。昆明的糖炒栗子是真的放糖，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，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，必须洗手。还有山药，就是马铃薯，也叫土豆。新山药入大笼蒸熟，一揭屉盖，喷香。山药说不上有什么味道，可是就是有那么一种新山药气。秋天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，明净、幸福而慵懒。到了冬天，萝卜下来了，张家口这地方的水土好像特别宜于萝卜生长。萝卜多汁，不艮，不辣。收萝卜的时候可以随便吃，农业工人很有经验，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般的，过了磅卖出去，这几个好，留下来自己吃，不用刀，用棒子打它一家伙，咔嚓一声，萝卜就裂开了。萝卜香气四溢，吃起来甜酥脆。江青一辈子只说过一句正确的话，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。王曾祺写到这里还要加一句，人民大会堂的厨师特别巴结，小萝卜都是削皮的，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。你看他连这种小事都要记下来，因为在他眼里这些才是真正的生活。草木有一岁一枯荣，人间的烟火里也有着同样的悲欢与坚韧。汪老不仅看花更看人，他还写过一个卖烂和蚕豆的老人。那时候他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，每天下班都能见到这个老人。老人至少有70大几了，头发和2腮的短髭都是雪白的。他挎着一个腰圆的木盆，慢慢地从胡同这头到那头，哑声吆喝着烂和蚕豆。后来老人得了病，头抬不起来了，但还是折倒了颈子，埋着头卖烂和蚕豆，只是不再吆喝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老人不见了。王曾祺想，是死了吧？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吃烂和蚕豆总会想起这位老人。他想的是什么呢？人的生活啊，就这4个字，人的生活啊。这4个字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，有辛苦，有无奈，有坚持，也有温暖。那个埋着头还要卖烂和蚕豆的老人，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？王曾祺不知道，但是他记住了这个老人，记住了那个画面。这就是汪曾祺的温柔，他不评判，不感慨，只是记下来。他相信这些平凡的生命值得被记住。汪曾祺的文字里藏着一种生活的美学，那是一种从容的态度。他不着急，不慌张。1年12个月，每个月都有它的滋味。葡萄在长，豌豆在开花，萝卜在地里等着被收获。时间慢慢走，生活慢慢过，那也是一种温柔的观察力。他看得见草根的甜味，看得见秋海棠的孤独，看得见老人埋着头卖蚕豆的样子。他把这些都写下来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却让人觉得温暖。他说的话很简单，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草根的甜味和它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。
栀子花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。人的生活啊，可是就是这些简单的话，让你觉得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。那些草木，那些果蔬，那些平凡的日子，都值得我们停下来，仔细地看一看。人间草木，各得其所，花自开，草自长。葡萄到了8月着色，栗子到了秋天成熟，一切都有它的时节，一切都不慌不忙。而我们呢？我们也可以慢下来，在忙碌的生活里，偶尔停一停，看看门外的花，听听树上的鸟叫，尝尝新鲜的豌豆，闻闻栀子花碰鼻子的香。汪曾祺用一生的时间写下了这些草木，这些人间。他让我们知道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深的诗意。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，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这就是汪曾祺留给我们的温柔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订阅频道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